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一旦上手尝试啊，就停不下来的一个模型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模型生成的视频呢都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呢，我们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提示词，是用空提示词来生成的。我们之所以说它一旦上手就停不下来，除了这个创意比较独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生成的速度非常的快，它能够对你进行及时的反馈。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生成这些大概都用了多长时间呢？74秒，也就是1分钟。有人说，那这个好像也就那样啊，但是你注意啊，我生成多少帧？生成97帧啊，所以说97帧用1分钟，那这个就有点超乎想象了，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新的模型。这个模型的名字呢叫 LTXV。当然，大家一听这个模型，可能都觉得这个我知道，是吧？那么这个模型呢，之前一直以速度快著称啊，因为它原来的模型参数都是2B 的，所以说生成的速度的确非常的快。但是这个质量呢又有点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啊，所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模型。就在昨天也就是5月6号，这个模型呢进行了一版升级。那这个升级呢主要是发行了13B 的版本，你要注意啊，从2B 到13B， 所以说呢也就代表着这个模型的定位的理念从速度快切换到去关注质量，所以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生成的效果呢就非常的惊人了。下边呢，我们就从这个模型的发展到它现在的应用，逐一给大家来讲讲LTXV 的故事。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早期的 LTXV 的版本。那么早期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并不是一无是处啊，你得会用，是吧？那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应用的技巧。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一个工作流，大家看一下怎么才能充分的发挥这个早期的这个 LTX 模型的这种优势。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在这儿呢，我们构建了一个传统的 LTXV 的模型，这儿呢我们用的是 0.9.6 啊，这个模型也是不久前发布的，因为呢我们最早做整个的视频是关于 LTXV 0.9.5 的。那关于它的缺点呢，这个生成的视频呢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儿呢有一个弹吉他的女孩，然后呢我用了一个LTXV 的 Prompt Enhancer， 就是一个提示词的生成器，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了一段提示词，当然这个不重要啊，我们就看一下它最终采样的效果。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动感是非常棒。那我们之所以说它的效果不好，主要是在这个人脸上，对吧？不太好啊。你说那我怎么才能用这种东西做出来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工作流啊。第二个工作流呢，同样是这张图片。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效果，这个就非常的稳定。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呢就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巧了。那这个技巧在哪儿呢？你要注意啊，是在缩放上。我们先看第一个工作流，这个图片的大小呢是1024×1024，对吧？然后我们首先把它 resize 了一下，这儿呢我把它调整成768×768，也是一个方形的。当然缩小分辨率主要是提升采样的速度啊。然后呢这儿呢有一个LTXV Image to Value 这样的一个节点啊，这个节点里边同样有一个宽和高，我让这个和这个是保持一致的啊，也是768×768，所以说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儿是768×768没有问题，但是你注意啊，我这儿是多少？768×512，所以说最终这个视频的分辨率是一个横屏的，但是这个参考图片又是一个方形的，所以说呢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镜头下移。那这种东西呢是通用的啊，你就随便用就可以。比方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图片，比方这个，那它的大小呢现在是600×900啊，也就是2:3。它如果是2:3的话，这儿应该是384×2，这是768。然后这个呢是384×3，是1152。然后这儿呢我们同样是768×512，就512无所谓。那我们下边来跑一遍，大家看一下，
同样是这个效果啊。当然我们选这个图片可能不太合适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同样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视角。所以说如果你想生成这种效果的视频的话呢，其实用这个方法呢还是非常棒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旧版的一个使用的技巧啊。当然这个场景或者什么它比较特殊，是吧？那我们再看新版本的这个 LTXV。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LTXV 在 GitHub 上的首页。那我们看一下，它大概是在5月5号发布了一个新的模型，是一个 13B 的版本。那有对应的这个地址。那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版本的话呢，其实主要有3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是它的参数量到了 13B， 第二个是它提供了一个全量的模型，还提供了一个 FP8 的量化版的模型，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放大器，也就是说你不用专门找放大模型来放大这个 LTX 的这个视频，它自带放大器，而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浅空间的放大器。所以说呢，它就会在 latent space 这个层面上就把它已经放大了，然后再给它增加细节，让它变得更加的清楚。那如果你真正想在 ComfUI 里边用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它官方的这个扩展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LTXV 的这个官方的扩展，叫 ComfUI-LTXV Video。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相应的信息，大家看一下啊，有全量的这个版本。那同样呢，有这个 FP8 的量化版的这个版本，同样呢有这个放大模型，对吧？还有对应的工作流。好，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啊。首先呢需要安装这个扩展，这个扩展的安装呢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之前已经用过 LTXV， 那你只需要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没有安装过的话呢，它这儿有对应的说明，这个就完全的老套路啊。首先呢把这个仓库呢给它克隆到你的 ComfUI 的 Custom Node 里边，然后呢安装这个 Requirement 就可以了。这个所有的扩展都是这么装，是吧？然后呢是下载模型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全量的模型。那如果点开这个链接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型的大小呢是 28.6 个 G， 所以说呢还是不小的。那你如果显存在16 G 以上啊，那是可以尝试全量模型的。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你注意啊，放的位置是在 Models 里边的 Checkpoint 里边，然后呢是对应的工作流。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儿有这个对应的这个工作流的下载地址。那当你把那个示例工作流拖拽到你的 ComfUI 里边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的基本形态啊。它大致呢是分成2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原始视频的生成，第二个呢是放大。当然我这儿加了一个开关，你可以把后边先禁掉或者把它打开都可以啊。那首先呢我们帮大家来过一遍这个工作流。首先呢是主模型的加载，你注意啊，这儿用的是 load checkpoint， 很长时间不用这个节点了，对吧？这儿提供了 model 和 VE， 而这个 clip 呢是由我们的 T5 这个编码器来提供的。那这儿我们实现的是文声视频，所以说我这儿有一个参考图片。然后这个提示词的部分呢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我这儿呢加了一个 LTXV 的这个 Prompt Enhancer， 就是提示词的辅助生成器，这个在老版本的这个扩展里边已经有了，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用过啊。你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节点是 LTXV 的 Conditioning 啊，这儿需要设置这个真频，我默认呢是24。然后下边呢有一个 STJ 的设计啊，因为我们知道 LTXV 这个 ST 的这个设计呢是非常的专业的。那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可能觉得一头雾水啊。这个呢你就简单了解一下啊，比方说这个位置，你可以选不同项啊，比方说要是 Dynamic 那就是动感比较足， Balance 是一个均衡的， Upscale 呢主要用于放大，这是一些预设的项啊，一般呢我们就选 Dynamic 就可以了。然后这儿有它的一个高级设置的参数，那这个参数呢我们不用去管它啊，你默认就可以。然后呢是一个这个 LTXV 的采样器，这个采样器呢其实跟我们说的那个自定义的高级采样器非常的像，所以说呢这儿会有 Gather， 而这个 Gather 呢其实是有这个 STJ 的这个 Gather 提供的。然后模型 VE 啊， Sampler 呢我们这儿选了一个 Sampler， 这个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啊，叫 Gradient Estimation， 下边呢是我们的 Scheduler， 这儿选的也比较怪啊，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就不动就可以。然后我这儿呢稍微改了一下，因为它本来的解码器用的是这个，
VE Decode 啊，我给它改了，因为这个确实速度有点慢啊，所以说把它替换成了这个 TAL 的版本，所以说这个就不用了。然后你要注意它的解码之前呢，有一个噪点这样一个添加的节点啊，主要是给 VE 用的啊，所以说是把传统的 VE 串过来，然后生成一个新的 VE。好，完了之后大家看这个效果，这个质量呢只能说一般，你注意它的面部其实比较走形的啊。这个面部走形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像素点比较小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放大啊，放大呢主要有两个部分来构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浅空间的放大，这儿会用到这个放大的模型。放大的模型呢，主要有两个啊，你要注意，一个是空间的反采样模型，第二个是基于时间的反采样模型。这个我们在官网上也可以看到对应的地址，这是这个空间的反采样模型，这是时间的反采样模型，把它下载下来。放大的时候你用哪个都行啊，你可以选一个。如果你选了这个空间的，你记得把这个设成 true， 这个设成 false。你要是选了时间的啊，你就把这个设成 false， 把这个设成 true。一般呢我们就选空间的，那这儿呢设成 true， 然后呢进行一次反采样，生成一个新的 latent。然后呢反采样之后呢肯定是缺少细节的嘛，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细节，所以说进行二次采样。大家看一下啊，进行二次采样，但是这个采样用的是 tilde sampler 而不是这个 base sampler， 采样的步数呢也比较少，只有18步，而这儿选的是 balance 而不是那个 dynamic， 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并不需要有太多的动感，只是保持和原来的这个视频一致。那最后解码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然后你注意它在这儿把它缩放到了1280×1280，而且保持了这个比例啊，所以说呢你看到的这个呢，你去看它的大小啊，肯定是一个要么宽是1280，要么高是1280的一个视频。大家看着这个效果呢，现在也只能说一般。其实呢还是说你选的这个图片不太合适啊。你看我的第二个呢是一个600×900的图片，对吧？在这儿呢我生成一个512×768的视频，当然会有一定的裁切，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就好很多，非常的漂亮，对吧？注意帧数我这儿只生成33帧啊，因为这个模型太大，不敢生成的太多。然后放大之后就更漂亮了，对吧？所以说人物的面部只要像素点足够啊，是很漂亮的，不是说一定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啊，这是全量模型的一个基本用法啊。那如果说你的显存现在满足不了啊，你说我现在没这么大的显存啊，所以说你可以有第二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呢，就是我们选择这个量化模型。选这个量化模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个什么呢？安装一个包啊，你注意它不是 ConfigUI 的一个扩展啊，它是一个包。你装好之后呢，它是在那个 Python 的 set package 里边啊，有对应的一个包，可以在程序里边把它 import 进来。所以说不要误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节点。我们先说一下它怎么安装啊，大家现在打开它。它的安装呢，相对来说呢就复杂一些。首先呢，你需要安装这个叫 Microsoft Build Tools 这个东西啊。然后在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啊 Desktop Develop with C++， 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 C++ 的桌面的开发版组件。下边呢就是要重新的安装一下 Touch Vision 和 Touch Audio， 这个就是 Touch 的3个组件。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用的这个版本是基于 CUDA 128的。我建议大家把你的 CUDA 升级到128。大家在谷歌里边去搜这个 CUDA Download 的时候呢，可以找到对应的这个下载的地址啊。当然你拿到的肯定是最新版的，就是 12.9 的。然后你注意你点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个版本，然后找到 12.8.0， 别选 8.1 啊 ，8.0 我们一般认为是稳定版。然后选了之后呢，下边你就可以选这个对应的这个系统和组件了啊 ，Windows X86 Win11。然后选择这个 local 啊，把它下载下来，安装就可以了，别的不用管。那安装完之后呢，你注意在你的环境变量里边啊，肯定会有对应的这个什么，这个 CUDA Path， 还有这个你之前安装的所有的 CUDA 的版本。我现在是 12.8 12.6 都有啊，我现在用的是 12.8， 所以说呢，你注意我这个 CUDA-Path 是 12.8。另外的话呢，在你这个 Path 里边，就系统的这个变量里边，
把这个 12.8 的移到上边 ，12.6 的移到下边啊，那这样你用的就是这个 12.8 的这个版本了。那一旦把你的 CUDA 升级到 12.8 之后呢，你就可以执行这几个命令了啊。我说一下关键的步骤啊，第一个，这个克隆到哪儿都无所谓，因为它并不是 ComfyUI 的一个包，一定要用你 ComfyUI 用的那个 Python 啊，然后来执行下边这个命令。然后这两个呢就直接装就没问题啊。然后这个你要注意啊，一定要进到这个目录里边，因为只有这里边才会有这个 setup.python。那这个其实是在干嘛呢？就是用那个 C++ 的这种源码编译来生成一个新的这种扩展程序包。所以说呢，你会发现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构建程序啊、生成代码啊，就这样的一些提示啊，到最后提示成功就可以了啊。完了之后呢，你重启你的 ComfyUI， 只要不报错，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好，那一旦你装好之后，那你可以下载对应的这个量化版啊，这个量化版呢就小很多了，大家注意它的大小呢大概是 15.7 个 G， 下载下来之后同样是放在 Checkpoint 里边，它的工作流呢跟那个全量模型的工作流呢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工作流跟刚才那个工作流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节点，大家注意叫做 LTSQ8 patch，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补丁。你注意模型过来之后呢，先串上，后边再怎么出去跟刚才就一模一样了。那我们下边呢就看一下，这儿我有一张图片，那我现在把这个 prompt enhancer 给它bypass 掉了，所以说呢这儿应该是空的，就是没有提示词啊。你注意我生成的这个帧数呢是97帧，就将近5秒的一个视频，那你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看第二个呢是我启用了这个 LTXV 的 prompt enhancer， 那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呢你这儿可以用空的提示词，他这也写到了，就是说你最好用这个描述性的提示词。当然呢，如果你是图声视频的话呢，也可以不写提示词。所以说你看到我们不管是用提示词还是不用提示词，我们得到这个效果呢都还是不错的，是吧？然后呢，就是你注意啊，提示词的长度这个也是有讲究的。现在如果我们用提示词啊，它默认这个最大的 token 数量是256。那如果你去细看这个的话，这个生成的提示词是很长的，256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细节，所以说你要想让它有效的话呢，我建议你把它缩短一点。比方说我这儿把它改成了128，那这个生成的提示词呢相对来说呢就短一些啊，描述的内容呢也就更加的聚焦和更加的集中。那你看一下现在生成的这个效果，哎，它把这个手机给拿出来了啊，而且呢这儿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我这儿并不是用图片来生成的提示词啊，我这儿写了一段文本，而且我这个文本是什么？是中文写的。你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提示词啊，是完全可以理解我写的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它用的这个语言模型是 Llama。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给大家说过啊，一旦你看到后边用的Llama 作为这个大语言的这种模型，其实它是支持中文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边也会写到说它正在拿一个手机，是吧？那生成的这个效果呢也非常有意思，它捡起了这个手机，但是后边这个有点反常识，对吧？哎，看一下，非常的棒。然后呢，你可以进一步来缩短这个提示词，比方我到64，那这个里边写的呢也就更加的什么？更加的聚焦。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非常的棒。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模型是非常有创意的，其实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说你要用这个提示词生成器的话，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呢，除了图片作为提示词的这个提示线索之外呢，我们可以自己写文本。那这个文本呢可以用中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对吧？第二个，这个长度呢你控制一下，我建议啊64或者128，别用256啊，256太长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那你要保证所有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你这个图片的动作引导性要够强啊！你看一下，这个女孩在跳舞，对吧？你这儿不管怎么写，你不管用空的还是你用图片来生成提示词，那这个效果都不会差啊。来看这个呢就是我没有用提示词，直接把它 bypass 掉了。
这是一个修行的女孩啊，当然有点二次元啊，不用管她，背后还有佛光。看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啊，特别像玄幻小说里边的这种女性法师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再看这个女孩呢，应该在喝一杯麦当劳的饮料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也非常的有创意，对吧？这个呢也是一个女孩在跳舞啊，看生成一个效果啊，这个有露点之嫌啊，快速切过去。这个是一个跳舞的女孩，当然这个图片有点长啊，所以说如果我生成的是一个512×768的图片的话呢，可能它就会把这个头给截掉啊，所以说一开始呢是没有头的。这个头呢和这个参考图片里边这个人呢也不太一样，这个就非常具有引导性了，就在玩手机嘛，是吧？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安静的手指在这动啊，玩手机。最后一个就是当这种视角的图片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出效果啊。虽然它不具备动作的引导性，但是你会发现它会有丰富的表情，甚至呢还有意想不到的这个动作。那这是我们通过这系列的尝试让大家看到的一些效果啊。怎么样？这个模型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